2023年8月6日，泽连斯基在一枚导弹上留下亲笔题词。随后，这枚寄托着乌克兰荣光的斯卡普尔头也不回地飞向琼哈尔大桥，一座承载着和平的桥梁，一枚代表着毁灭的导弹。这对克里米亚海峡的世仇，在21世纪的今天，再一次因为战争碰撞在一起。1783年，沙俄帝国吞并克里米亚后，对该地区的通基础建设进行了大规模改善，其中琼哈尔大桥更是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克里米亚重生之门，意味着和平的到来。1836年，首次显示在沙俄地图上的琼哈尔大桥成为了比列科普地峡的第二条陆路选择。在19世纪克里米亚战争中，琼哈尔大桥为参与克里米亚战争的军队提供补给，对于沙俄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此，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亲王特地派出一支小队，专职保护这座桥免遭破坏。1918年，苏乌战争克里米亚行动，乌克兰阻击苏联地面部队，琼哈尔大桥再度成为两军对垒下的牺牲品。2014年，乌克兰政府为了回应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意图，对琼哈尔以及海尼切斯克两座大桥进行布雷，范围包括桥梁的乌克兰一侧。2022年，俄罗斯正式入侵乌克兰。同年4月25日，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表示，琼哈尔大桥的雷不欢迎俄军到来。2022年8月10日，琼哈尔大桥的南部，乌克兰曾经的检查站燃起大火，经证实，起火前不远处的琼哈尔大桥曾发生过爆炸。很显然，乌俄双方再一次打起了桥梁的主意。2023年6月22日上午5点至2023年7月29日，乌军大反攻期间，作为俄罗斯重要的交通要道，连接克里米亚和赫尔松地区的公路桥先后遭遇多次轰炸，琼哈尔大桥更是连续2个月处于修好了炸，炸完了再修的状态。卫星图像证实，8月6日的袭击使铁路桥损毁严重，亨尼切斯基大桥的油田管道和天然气管道也被炸毁。随后，通往琼哈尔大桥的交通和检查站全部关闭，从克里米亚到赫尔松左岸地区的车辆双向全部都要进行远距离绕行。对于侵略者来说，这些桥梁是后方仓库到赫尔松以及扎波罗热的重要陆路通道，没有了桥梁，补给和战线推进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但对于乌军来说，在军援的 F-16 远程导弹、坦克及战车足量到位之后，真正的反攻才能开始。在此之前，持久战是唯一的选择。这些桥梁就像一处处致命的咽喉，守住或者炸毁它，都是战争取得胜利的前提。据俄军方透露，乌克兰前后共发射12枚导弹，俄防空系统成功拦截9枚。不过，这一说辞只是俄军单方面信息，乌克兰官方并未对此做出任何回应。总之，无论怎样，从克里米亚到乌克兰南部战区的俄军后勤补给无疑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对于乌克兰，这一结果可谓是小阶段性、战略性的胜利。对于整个战局来说，这一轰炸带来的正面效应更为明显。通过这次轰炸，乌军似乎在告诉俄军，不只是你有远程导弹，把导弹精准地投向远处的目标，乌克兰照样也能做到。每日电讯报，俄驻扎波罗热的一名官员在爆炸发生后声称，击中2座重要桥梁的导弹有串联弹头。此次爆炸直接阻止了俄罗斯从克里米亚向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前线运送部队和武器。随后，乌克兰国防部也在媒体上公开表示，此次切断俄军补给线的导弹，正是那枚刻着乌克兰徽章、镶嵌着埃菲尔铁塔且由泽连斯基亲笔签名的导弹斯卡尔普。斯卡尔普巡航导弹是法国版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意为通用远程防区外巡航导弹系统。该型导弹配备于打击加固目标的串联战斗部，可在击穿桥面后再次破坏桥墩。2017年 MBDA 为英国和法国国防部将暴风之影斯卡尔普巡航导弹再度升级，导弹最大射程达560公里，防区外大纵深目标被纳入攻击范围。同时，该弹采用不易被干扰的数字式景象匹配制导系统，普通的电子战手段难以干扰其红外寻标器，结合导弹本身具备的隐身特性以及最高1050公里的时速，使得斯卡普尔更加难以被探测拦截。GPS 惯性导航和 TR-PROM 意味着导弹发射后会自动向目标移动，具有极高的精度以及射后不管的特性。
斯卡尔普可以携带多种弹头，包括常规炸药、集束炸药和核弹头，可用于打击各种目标，包括敌方防空系统、指挥和控制中心、军事设施、掩体乃至桥梁。在抵达乌克兰之前，阵风、幻影2000等欧洲战斗机以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F-35 Lightning II 都具备斯卡尔普导弹的发射能力。就在8月6号当天，乌克兰发布的视频媒体显示，泽连斯基在斯卡尔普导弹上签字之后，还在乌空军基地进行了短暂的视察。据权威人士分析，视频中出现的苏24为一架隶属于乌空军第7战术航空旅的苏 24MR 战术侦察机，是苏24前线轰炸机的侦察型。此次亮相证实乌军的苏型战机已经完成了挂载西式弹药的全部改装。改装后可在机翼下方挂载2枚风暴之影或斯卡尔普以及其他北约制式弹药。无论是精准还是远程打击，乌军都有了和俄军一较高下的能力。2023年5月14日晚，法国派出一架飞机前往德国，并于当天返回巴黎以西的维拉库布莱军事基地。在飞机降落后，乌克兰总统走出机舱，并立即前往爱丽舍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第二天，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写道，每次访问，乌克兰的防御和进攻能力都随之增强。随后，法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一系列新的武器装备、防空系统、榴弹炮以及其他武器装备和燃料，其中就包括斯卡尔普巡航导弹。几乎是同一时间，德国政府也宣布将向乌克兰再次提供价值近7亿欧元的武器装备。这一援助使得德国成为了继美国之后乌克兰的第2大援助国。与之相比，在2023年之前，法国交付乌克兰的武器份额在所有援助中所占比例还不到 2%， 远落后于美国 49%， 甚至落后于波兰 22% 和德国 9%。 但是进入2023以来，法国突然发力，虽然从援助总数上依然没法和以上几个国家相比，但是所援助的武器每次都具有不同的意义。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023年1月6日报道称，法国向乌军提供 AMX-12C 步兵战车，其意义不亚于美国提供爱国者，可以算得上开创了军援的先河。作为欧盟和北约中首个向乌克兰提供轻型坦克的国家，法国的这一援助势必会对欧洲的援乌策略产生影响。果然，在不久后，波兰和瑞典的轻型战车也接踵而至。用俄罗斯国防部的词来形容，就是法国向乌克兰提供步兵战车违反了不成文的军事规定，这些装备已经突破了俄罗斯的红线。要知道，此前马克龙曾将自己定位为欧洲在基辅和莫斯科之间的主要调解人，但此时这位法国总统似乎认为与普京进行谈判是一个愚蠢的计划，向乌提供装甲战车一事就是他最好的证明。因此有人说，这是一次突然且彻底的转变，属于法国，也属于马克龙。紧随其后，伦敦为乌克兰大反攻再添助力，英国成为第一个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的国家。今年5月，法国方面称，中远程巡航导弹斯卡尔普即将运抵乌克兰，与自己英国的同胞导弹暴风影一起正式投入乌军阵营。乌克兰部队在反攻中装备和弹药方面遭受了重大损失，军援由此也改变了战术。8月7日，美国国防部宣称向乌克兰提供第43轮军事援助，价值约4亿美元。美国此次所拨款项大部分将用于购买各种用途的远程弹药，基辅很快将收到数量不同的导弹，用于 NASAMS 和爱国者反导系统。这一援助和此前英法两国所援助的远程巡航导弹将会再一次提升乌军超远程的精确打击能力。位于克里米亚的俄军弹药库、武器库、后勤库、指挥所、兵营、桥梁，尤其是克赤、琼哈尔以及赫尼什大桥，都将是这些导弹首要的打击目标。国际援助就像一把架在乌克兰脖子上的钢刀，更像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世纪较量。就像琼哈尔大桥和火药的关系，一个代表和平和繁荣，一个代表着毁灭和死亡。如果乌军是孤军奋战，那他们随时都有放下武器的权利。但如今在众多的国际援助面前，只有一条路留给了乌军，那就是阻止俄军通过桥梁，假以时日将他们赶出乌克兰。